主席、各位官员，想请卓院长。麻烦请卓院长备询。谢谢院长。这位委员好。院长，请看，但是我相信您也都知道啦，山图尔台风，还有最近从7月开始的2个台风，冲击我们南台湾甚巨啊。在这边必须要拜托院长全力协助我们灾后的重建复原，还有损害可以从宽认列。对，院长，您有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像我们南部的房子临时的建材，在17级的阵风之下抵挡不住，所以本席在这边也接获了非常多的陈情啊。他在路上不管是骑机车或开车，但是会有东西从天而降，这种临时的建材，中央对于未来我们风灾的因应有没有什么解方？是的，这个昨天一整天呢，在网络、在电视新闻上都一再的看到，整个屋顶被掀开，甚至那个货柜厂的货柜一个一个像火柴盒一样被翻落，那这个都是将近17级强风所带来的。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很少见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地方政府也能够跟市民啊，好好的去宣导如何加强整个屋顶那种违建的能够处理掉哈。那合法房屋能够把屋顶加强。所以也请中央政府可能在灾前的会议里面可以加进这个项目，希望他们可以在临时建材做一些预防性的处理，以免这次这个气象署跟整个应变中心一直在提醒说，南部雨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么大，但风一定会很强，包括电力受损的部分一定要提前加强。结果事实也证明，现在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是，对。那民宅的部分更是严重。本席执行完之后，也要立刻再前往南部。也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官员，还有国军弟兄、警消同仁、医护人员、清洁人员，还有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辛苦院长，也谢谢大家。对，我们一直在安排，甚至我本来想今天晚上就下去，怕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可能明天会一整天安排屏东、高雄，如果时间安排上可以的话，一定到现场去看，马上给予任何的协助。对，需要院长关心我们，谢谢。好，院长讲到远景哈，今年7月这个触目惊心的新闻，一位3重的黄姓远景遭毒驾的男子撞死，请问具体我们加强的作为为何呢？类似这样的案件不止这一件，最近也有另外一件在赌城哈。我们觉得远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的危险，自身的安全啊，从警政署以下要好好的再做一个教育，任何安全要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做思考。所以我想内政部跟警政署都会以这样的案例一再发生，深深的引以为戒。那希望能够真的要进一步去照顾到安全。所以我们看到刚院长有提到，3个月内有2位远警被同样的一种毒品叫做 etomidate 所致。那第2位更是触目惊心，因为全国的国人有看到，他是被拖行了数百公尺这样子的画面哈。3重的这位远警啊，他有一位小孩只有4岁，那这个清水派出所的所长非常优秀，他本来是老师。追随家庭，所以从事警察的工作。他的小孩是4岁跟1岁，所以像这样子的毒虫一拖，是把我们整个国家的司法体系、警察体系，还有他们一整家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甚至小孩1岁4岁，晚上是看不到爸爸，全部被拖行在地上碾压。院长在这边真的很希望您可以强硬起来，还有跟部长也一样强硬起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毒驾、毒品罪犯，不能肆无忌惮，让他们更不信任，让全民更不信任司法。是肇事的凶手都已经罚办，我们希望能够速审速办。好，因为很伤心的是，他许许多多的亲友到灵堂是告诉他说，希望你来生不要再当警察。好，身为我们公务人员的大家长，在这边本席也要请您关注另外一个议题。院长，您知道今年还没过完，我们统计有多少的远警自杀离开人世吗？内政部有没有这样的讯息？手头上的这个资料，但是要比以往多。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好讯息我数字跟我我们报告。跟各位报告今年的数据，这也是今天早上我最新询问相关单位，今年到现在还没有过完，已经有9位员警自杀离世。好，我们统计过去112年以前，过去10年哦，加起来是52位，所以今年到达9位，已经监察院来函要求必须要改善了。所以大家看到毒驾把他们拖行的新闻，明明出去合法的执法，还有像这样子每个月几乎都有警察自强又冒上媒体，怎么还会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小孩或是家人深陷这样子的险境呢？报告委员，我想有几点啊。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深自检讨哈。您刚所提到说因公殉职的2位员警啊，我们在前一阵子在预告之后，把因公殉职的条件已经提高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也到灵堂去哦，跟了他们的父母还有家人啊致意哦。那再来就是说他的遗孀哈，未来如果有家庭工作需要支持的话，我们一定全力来资助。那再来呢大概员警都有特别提到，除了现行犯抓到之后，我们认为呢这个毒虫啊，他们所吸用的这个依托米酯的部分，目前为止法务部当然把它列为是3级的毒品。可是我们很多警务同仁会认为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升级成2级的毒品？那这样子呢，未来在司法体系上面呢，比较容易可以针对毒驾或者是毒瘾的部分呢，做比较完善的一个措施。那您刚所提到的所谓的警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这个自强的这个倾向。第一个，有的是创伤症候群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已经请专家跟学者来帮忙，不管是团体性的这个咨商，或者是个别的咨商呢，他们所需要的经费呢，全部由警政署来全力负担。是，我也希望您可以提早预防，比如说跟卫福部专业的人士结合，然后我们可以提早侦查出可能有这样子倾向、有忧郁倾向的员警，事先来做预防，好吗？有，我们现在的次数比去年比起来，已经增加到1倍半以上了。好，讲到刚刚的毒品防治哈，本席在这边提醒，因为医疗专业，所以有询问非常多的毒瘾专家。其实台湾对于吸毒的比例并没有特别在近几年急速的升高，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新兴毒品是推陈出新，因此各位执法人员、各位主管机关，你们去抓的这个速度远远赶不上他们更新的速度。所以您刚刚提到以 Tomidate 这个毒品，其实在医学上是我们插管的时候用的，短暂让病人感到这个邦邦的麻塞，然后把插管放进去，它不会反抗或者是疼痛。但是呢，这个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去年新北市只有查验到13件，但是今年到6月就暴增到49件，而且有发现有20%是未成年。所以这种丧失的毒品在青少年族群中传播，如何杜绝毒品入校是重中之重啦。我也很希望部长还有教育部部长以及这个内政部部长、院长，你们有时间可以走走到我们闹区啊，或是到我们各级学校放学的时间，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人手一支电子烟，虽然电子烟还是违法的，拿在手上挂在脖子上，蔚为一种风潮啊。那这些第一线的员警也有讲到说，好，这件事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取得这样子非法的药品或者是毒品，他一点点加进他的电子烟，他会马上有飘飘然的这种现象，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便宜的毒品的改造嘛。所以他们聚集起来吸毒，吸完以后骑机车，难免就会发生很这个贻害到我们行人安全的现象。但我想问说为什么在台湾是一个管制的药，然后甚至你们已经列管成毒品，还有这么多人可以轻易的就可以持有呢？我们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可以做呢？报告委员，我想是这样。我刚刚有特别提到，我们希望依托米酯有时候在市面上呢，可能叫做丧尸烟弹的部分可以杜绝。所以我们现在在上一次2位殉职员警过后，我也非常谢谢新北市的警察局，他们在短暂时间内已经先找到这个毒虫那这个毒虫呢，它已经要寻上来溯源。那我们也不排除是否有帮派也介入校园里面，在销售这种毒品的部分，但是这个都需要有长时间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第一，本席希望可以尽快从源头去清查，并且禁止再从国外走私入境。好，再来也希望院长可以帮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第一线警察最必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比如说他现在的工作项目越来越多了，他又要抓酒驾，
又要抓药价。好，你现在这个药检的试剂，你有办法验出所有的新兴毒品吗？当他去盘查的时候，有办法吗？没有那么快。对，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院长可以协助。第一，我们要给他武器嘛，我们要给他必要的资源，还要给他额外的津贴，对吗？他是不是应该要有必要的津贴？因为他的工作项目越来越繁杂。对，我们应该从生活跟勤务各方面来检讨远景现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工作瓶颈。那是不是也可以请院长啦，全权来督导盘点？更新他们的缉毒设备，并且这个食药署也应该要加入。对于新兴毒品，各个单位、教育部加强的查缉防治，可不可以做到呢？各位包括我们在历次的治安汇报跟相关会议当中，都对新兴毒品的加速审定能够进一步是，但你要给他武器啊。审定之后，我们就必须让远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发现这个是所谓的现在是违禁的物品。是，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配合得上，以及校园。对，以及校园。最后，我也想提醒院长，这个不只是毒驾、药驾，毒驾还有酒驾，还有药驾，其实是越来越严重哦。我看到审计部的报告有纳入药驾的防治检讨，根据推估，每年因药驾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高达300多人，是高过酒驾的致死人数。所以这边也请院长检讨现行的道安规则，还有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好吗？否则第一线的远景的安全真的很堪虑，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危险，并且他们的执法的工具没有配备他们任何检验的工具，让他们去发现这个人到底是药驾或者是毒驾。好，如果执法的强度或是这个刑责的强度提高，有效的来减少这样的案件的话，我想各方的意见我们都会。我们真的很不希望再看到这样子的憾事，所以我也会针对刚才我提出的5点，就1个月再请各位提出报告。谢谢2位部长。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卫福部邱部长，谢谢。卫福部呢，今年5月14号人工生殖法预告日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相信，其实在这边已经有很多委员问过了，很多大家引颈期盼，包括人工生殖，包括其他的，为什么行政院还是迟迟都还没有把最新的版本送进我们立法院呢？预告的期间已经满了哈，但是现在各方的意见还相当的多元，那在继续的沟通当中。是，那我相信立法院其实就代表民意嘛，因为大家从各行各业、各个选区过来，所以如果可以到立法院来做出最适合全国人民的人工生殖法修法，其实也更好啊。因为已经讨论20-30年了，从赖总统之前当赖委员的时候，就已经提过说，尤其在医学如此进步的今天，我们应该要更积极的态度，还有更宽广的心胸面对，是吗？对的，委员，这个部长答复之前跟委员报告，我们也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需求，人工生殖法，我们应该用正面、非常正面、积极看它，所以我们愿意来跟各界做更好的沟通。那沟通的细节，部长比较清楚。好，谢谢。好，报告委员，那我们7月30号完成预告以后，那因为意见很多，所以我们收集了各意见，也邀请了医学护权、儿权、伦理及法律专家以及相关的所有的部会，召开了5次以上的一个会议来讨论那近似将依法治的程序，现在在卫福部的法规会，如果应该在10月底可以报到行政院这样子。谢谢，我们真的很期待这样子新的版本可以送到立法院来，让我们对未来更多元共融的台湾社会有好的帮助，正向的帮助，好吗？谢谢委员，我也请卫福部依照刚刚这个时程，一定要完成送来。好，感谢。再来呢，这也是这个礼拜以来许多医疗院所很担心的啦早上我有提到说，谁在台风天出勤？医师、医护人员、医事人员就是其中之一啊。他们不畏风雨，好，医院所有的维生系统很多是24小时要开的，它没有办法节能省电，它就是要开着。另外，手术室它要维持低温才能降低感染率，所以它的空调也必须要运营嘛。那我知道部长之前其实很好啦，部长有为了我们的碳盘查发声，你知道我们的人力也不足以再应付碳盘查、碳费等等的，所以有稍微为我们发声，这个本席也非常的感动。但是这个礼拜电价审议会的新闻是反反复复，一下说10月16号以后医疗院所就要涨14%，一下又说现在可能你冻涨
那请问各位，对于医疗院所以前我们还有电费的补贴，或者是冻涨，大家对于10月16号之后的态度是如何呢？请郭部长说明之前，我们认为各位委员报告基本的态度是，医疗院所不会增加它的负担。那至于它的电费，以前是由台电来吸收，那未来我们要想用什么方式来做处理，但是原则就是不会增加医疗院所的负担。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14% 院长会帮我们想办法？请部长来答复。报告委员，我们这一次啊，就是基本上医疗院所就是不涨。谢谢。谢谢各位今天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否则全国这个关心这件事的人要提心吊胆，一直要等到10月16号才会有消息啊。不过这个没有啦，我们有公告啊。这个昨天大家都在风灾当中，昨没有，天刚有说要等到10月16号的下一次。昨天部长就已经公布了。对，好，谢谢郭部长。那邱部长，这个我觉得已经太多委员问过了，所以我也不再多说太多。但是上个礼拜，因为很多委员真的很担心，您的意志很坚强，说一定可以在明年6月前达到0.95。但是院长有时候对外受访又说财政账真的有点困难。那当然，最近新闻都有看到说，我们上次讨论要700亿才能达成嘛，但是编列的预算显然就没有到，所以今天本席也想要一起帮大家来思考，我们有什么开源节流的方法可以一起协助部长？因为部长上礼拜回答陈玉珍委员，您说到分级医疗、开源节流、改善就医习惯，都是您的方针是吗？要多管齐下。好，报告委员，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行政院，尤其院长、副院长对于我们健康的投资，特别在健保这一边的协助方案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我必须要先讲清。但是，那要达到说我们所谓的0.95，当然还要更多的努力。我不是说一定能够达到，而是说我们会尽量努力。而且医疗体系真的跟我讲，他们很感动。那个行政院这么的帮忙，所以他们也要自己管理自己嘛。譬如说我们做有效的管理，当然有效管理不是随便核删那种。部长，我知道您之前还有整个医疗制度的改变，分级医疗的切实。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您之前担任委员，我知道您对于浮动点值、平均点值、摊扣、断头，其实您都有很多的想法，也咨询过薛瑞元部长，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怎么样成本都不止0.8，财政部给我们的成本就0.8，你给基层0.81，你给基层医院0.7多少？你叫他怎么经营啊？所以医院的诉求其实也很清楚。我想我在这边来讲，这个不一定是最后的他们的诉求，但是初步我跟李辉鹏，理事长也是您的一个同学，同学最优秀的。你讲你还得杀头，摊扣杀头以前要到达0.9。对，部长您讲得很清楚。好，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为了达到目标点值0.92、0.93，又开始了您以前讲到的断头、摊扣这样子的行为。好，距离您之前当委员的时候，知道现在的医疗院所又多了哪些？多了通膨，多了电价的调涨，虽然刚刚说可能一度不用，多了碳盘查，多了基本工资的调涨，多了护理人员的出走。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今年第2季、第3季北区只有0.85，但是呢，为了达到0.92、0.93等等目标值，北区要摊扣一年将近70-80亿啊。听说这次立法院主决议，所以卫福部直接要求要摊扣更多，可以达到0.95，这些都有记录在健保会议的记录当中。您知道这件事吗？报委员，这个。摊扣或者是断头这个都是各区他们自己自主性的一个，其实是为健保署等于是跟医界这一边的签也有是自主管理嘛，所以它有不同的方式。是，但套一句您刚刚讲的，要人家怎么运营？说实在的，一群医护人员，他今年开始了他的业务，好，他可能没有办法预期医疗利用率、老龄化的现象，或是新兴传染病，所以他到他今年的业务结束以后呢，第一，他要先看你的浮动点值是多少；第二，他有可能要被摊扣；第三，他有可能被延审；第四，他有可能还要负担其他现在多出来以前没有的成本。
所以对他来说，他真的没有办法运营下去。您之前讲的很有道理啊，在断头前浮动点只要达到0.9，您觉得是很必要的啊？是，当然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一定是跟议事团体听他们的心声，然后我们觉得有道理，要来争取，我们当然就是把他们的意见讲出来，然后尽量争取。好，那这段期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院的还有相关的长官们，真的非常努力，在希望我们不但要创造点子，我们要创造我们健保的价值，然后所以把用健康台湾，把很多的我们要做的工作，让我们很尊严的去做它，而在这当中就无形中能够提升我们一定的点值，这样。好。我想摊扣严审两个比起来，我也想知道法务部部长的意见啦。不管是健保法或者是全民健保身负合负医疗服务审查办法第22条里面都没有讲到摊扣这个名词，大概就针对样品审查、案件分析、点数的核检等等，而且有法源依据的就是专业核删，专业核删还有救济，还可以申诉哦。我还可以申诉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打岔一下，要不要法务部长备询？你已经点到法务部长，是，谢谢，请法务部长备询。好，对不起啊。对。所以呢，这个摊扣既然没有法源的依据，也没有很详列在所有的健保法相关法规里面，我也想请教法务部部长的意见。根据我们释字443号解释，它是不是有剥夺我们生命、限制人民身体自由，或者是有这个我们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者，应该由法律来加以规范呢？因为它等于是变相把一个应得的酬劳再加出来还给政府，这很明显就是侵害到人民的财产权啊。跟委员报告，那个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必须要法律的位阶再限制。是这边还有讲到说侵害到人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这个就是财产权。好，院长，我也很希望您回去可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当你想要把账面上做得很漂亮，但是你在私底下用了很多的手段，让它的账面好看，其实你没有办法达成你的健康台湾，也没有办法达成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因为这其中很大的一块都是医护人员在默默的奉献，也太多委员讲过了 ，OECD 国家比起来，我们的健康投资就是很少的啦，所以未来跟你对国家的愿景真的是息息相关，希望你可以特别重视这样子的问题，好吗？好，谢谢委员提醒，我绝对不愿意只做一个账面上漂亮的数字。那今年我们在总额的预算当中，如果用最高来算，已经达到9000多亿了。比起过去，我们增加了712亿，增加这个钱会做有效的运用。好，如果能够有效运用的话，我相信有助于点子。对。那当中光是健康台湾又在这里面就有607亿的钱。有2点我也想要点出来。第一个，我快速的讲到，上礼拜您回应陈玉珍委员说，分级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盘点了过去106到113年，我们总共是编列了530亿呀，花在分级医疗。结果呢，我们下转的案件是负成长。再来从基层医疗到区域医院到医学中心就医的比例是一动也不动。那你们今年还要再编列预算的话，如果是用一样的老方法，觉得有效吗？是，跟委员报，我一直认为国人寿健保的制度保障了30年，现在我们回头来如何保障健保这个制度，这个时代来了。30年来累积下来，国人在医疗的习惯上面推行分级医疗转诊制度，都推行得非常有限。那未来我是希望说，我们真的能够，我希望今年又编列了这个推行分级医疗的这个预算，要有一个新的方式来推啊，可以真的看到一点点成效好吗？因为过去8年是不动如山啊。是，我想不只是说分级这个门诊可以减少多少钱，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应该用更好的一个方式来推啊。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帮邱委员现在当邱部长落实的。其实最近在开很多公听会，我们会发现说，好，癌症信要经济审查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拿来做筛检，筛检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筛检一半肺癌、大肠癌在前期，跟筛检一半是在晚期，它后面的医疗支出是天差地远。所以之前邱委员就提出说，自费的健康检查特别扣除额，本席也觉得其实可以，
因为如果你没有鼓励大家可以在初期的时候就筛检出来，你背后的费用是更为庞大。所以院长可以在这边拜托您回去跟我们财政部部长1个月内进行这个可行性的研拟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议的一个观点哦。如果能够提前筛检出来，比方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些很多项癌症的筛检，乳癌它可以提前筛检出来，但治疗的成效却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好。这可能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要用新的方式，但是总是鼓励大家能够。我们现在最多的肺癌、大肠癌，是这2项在前期，它只要开刀治疗的成效非常的好，是，所以它可以大幅下降你后面的财政支出啊，你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癌症新药等等。所以明年的预算我们也编了相当多在癌筛提前筛检的部分。谢谢，不好意思，我想最后花5分钟关心一下我们高雄关于观光、教育还有行人安全的这个议题。好，那我们请2位部长休息。接下来我们希望请教育部郑部长，还有工程会陈主委，以及这个刘世芳部长，还有我们的交通部陈部长上台备询。谢谢。好，请相关部会首长请备询。好，这个我已经也有当面跟教育部部长反映哈，很多委员都有问到说，对于这个老旧校舍的修缮，其实钱就真的不够，我们必须每年都要靠行政院的专款来支付。很明显的，这个是我上个会期到许许多多的小学，它20-30年的厕所完全没有修缮哦，然后钱现在也不够了。6个小便斗有5个是不能用的，从下课排队上厕所排到上课都还排不到。好，这一间厕所在冲马桶，另外一间的水会冲到你的屁股，还有它这个滴水啊，上面下面已经连成一个钟乳石这样子的奇景了。我真的很希望各位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看，这是我会刊亲眼所及啊。我听说教育部在7月的时候又提报了一笔80亿的厕所预算，听说行政院9月26有拿到审核的结果，是不是？想知道说80亿什么时候可以让教育部拿到位？因为我们高雄的市政府都已经拨好，地方必须要付的，福山国小、明德国小、新甲国小等等的案例都准备好配合的钱，只需要教育部行政院一个点头，学上就可以马上施工，而不是让这些小朋友从念小学一直等到毕业，厕所都还没好。跟委员报告，过去8年我们投入了83.5亿，114、115、116，3年我们编列了80亿，希望能够整建2670栋的老旧厕所，能够注意到公共设施或是学校厕所的这个问题。我都跟我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洁癖之类的。所以这80亿什么时候教育部可以拿到？我们已经编列了，明年预算一通过，我们就马上可以请教育部长来实施。是，谢谢委员的一个关心。确实，上一次委员所关心的学校，那我们也循这一个程序，这一个争取，这一个跟行政院院长来报告。那院长也非常的这一个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到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品质。所以院长在应该上个礼拜已经批准了这一个有。这2年有80亿的这样一个老旧。谢谢，我也会尽量为这几所学校来争取，把他们现在的惨况可以从报告中呈现出来。好，谢谢部长。我更希望他优先用到真正快速、赶快需要改善的地方，请委员能够提供。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部长还有陈主委哈。这个莲池潭是我们高雄很重要的观光景点，也是这个礼拜风灾重创的。但是据我所知，有一笔这个补助2268元的风景区营造工程啊，观光署对于高雄市提报的预算书图有意见，所以在这边可不可以特别跟陈部长拜托一下，在地方政府修正他的书图的同时，可不可以允许他们同时的工程招标呢？报告委员，他们预计在10月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会办理工程上网招标的公告。好，谢谢。10月9号就会来进行。谢谢，谢谢部长。那我也请陈主委就发挥您的专业，可以在他们整个标案设计啊、发包、工程建案等等的顺畅度，可以协助他们好吗？谢谢主委。可以。好。